新婚之夜，新郎正要与新娘亲热，可没想到婚床上居然爬满芦蝎，新娘直接被吓哭。究竟是何人要在这大喜之日加害他们？书接上回，悉达多与耶输陀罗一路艰难走来，总算迎来了他们的大喜之日。两人穿戴着华丽的婚服，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坐在一起。侍女将鲜花和牛奶倒在一起，接着再往盆里扔下一枚戒指，谁能率先找到戒指，婚后谁就是一家之主。两人将手放进盆里开始翻找，最终耶输陀罗最先找到，他开心地拿着戒指展示给众人看。不怀好意的祥光在一旁故意说道：“这么说，悉达多以后是拿耶输陀罗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”而悉达多则眼含爱意地说道：“是啊，我毕生的牵挂就是耶输陀罗。”耶输陀罗娇羞地回答道：“彼此支配并非我意，真爱长随一生所系。毗舍离王带来的冥妓婆离要来为这对新人献舞，而他们并不知道婆离早已和摩揭陀国王定下赌约，倘若他能吸引到悉达多，令悉达多拜倒在他裙下，他便能赢得摩揭陀国王的一切。”婆离伴随着悦耳的鼓声起舞，身上的银铃伴随着曼妙的舞姿，令在场的人为之倾倒。一曲舞毕，婆离揭开神秘的面纱，她精美绝伦的面容令在场的国王为之赞叹。婆离停留在悉达多的面前，悉达多赐予她珠宝项链，表示她的舞姿令满堂生辉，可却被婆离给婉拒了，因为她另有所求。她请求在此刻能与悉达多单独相处。耶输陀罗一眼就看出他的别有用心，可悉达多却不知，于是想都没想便答应了，这让耶输陀罗感到非常的诧愕，却也并未出声制止。可悉达多紧接着说道：“我会安排好和你的会面，只有你我，无关他人。但还请你明白，如今我并非是一人，公主与我不可分割，我就是她，她也是我，所以她必须也要带上公主。”婆离听后不敢置信，因为在她的眼里，世上的所有男人都会因欲望来到她的身边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不被她所诱惑，唯独面前的悉达多不一样。她不禁问道：“这就是爱吗？”悉达多点头回应：“世上的爱意始于身边的爱人啊。”耶输陀罗听后感动不已，他对婆离说道：“如果你明白了爱的含义，就请接受这串代表谢意的项链吧。”毕竟他的舞姿无与伦比。婆离收下了那串项链，看着两人在自己面前离去，回到房间后，婆离既感慨悉达多的正人君子风范，又羡慕耶输陀罗能得到这样的爱。就在此时，摩揭陀王找了过来，一舞过后，他已然倾心于婆离。虽说这场赌局是国王胜了，但他已经决定要娶婆离为王后。婆离心动了，或许他也可以得到那无与伦比的爱意。接下来，悉达多就要与耶输陀罗洞房了，可小王子难陀却一个劲儿地缠着哥哥。最后没办法，祥光只好让侍女将他带到波提王后的身边，随后扶着耶输陀罗前往寝宫。祥光示意两人可以休息了，随后慢慢走出了房间。就在关上房门的那一刻，祥光却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。正当两人准备度过新婚之夜时，悉达多却突然的发现床上居然出现了许多密密麻麻的毒蝎。耶输陀罗被吓个半死，嘴里不停的说道，认为王宫里有人不愿看到他们二人在一起，但悉达多不愿在这大喜之日将事情闹大。他耐心的安慰耶输陀罗：“这里是我们的家，没有什么敌人，只有亲人。”悉达多喊来车逆，将毒蝎带走并放生。房间内很快恢复了平静，可耶输陀罗因为心理阴影，不愿在这房间继续就寝。车逆想到了个主意，他在悉达多以前经常爱去的湖边为两人准备了婚房。两人来到湖边，看到这极度浪漫的场景，他们都非常的感谢车逆为他们带来的这份礼物。经历了层层波折，悉达多终于能和耶输陀罗在一起了。深夜时分，重新见到儿子的波提王后吹奏着笛子，笛子里充斥着他欢快的心情。国王走进来不免感慨道：“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，一切都恍如昨日。以前是悉达多伴着笛声入睡，现在又是难陀睡在这里。是啊，如今悉达多都结婚了。”但国王仍旧担心婚姻无法阻挡悉达多成为苦修者，而波提王后反而相信悉达多对耶输陀罗的感情。国王也希望如此，但愿阿斯陀仙人的预言能够落空。国王心生退位之意，想尽快为悉达多举行加冕仪式。可眼前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要解决，悉达多要想赢得施家族的信任，那就必须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而此时的外面，提婆达多正满心怨恨，他兢兢
静地等着那个绑错舞娘的下属。他将一袋钱币扔在地上，并冷声地责问道：“减你的报酬之前，先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为我带来的人是谁？”下属胆怯地回答出公主的名字，可他却不知自己弄错了人。面对提婆达多的指责，他结巴地解释，他并不知道坐在湖边的是那个舞娘。提婆达多站起身来，对他说道：“那我也不知道袋子里装的是不是钱。”为了泄愤，提婆达多居然直接杀死了这个下属，他的双手再一次沾染了鲜血。事到如今，他已经无法回头了。第二天，波提王后带着耶输陀罗来到一棵大树下，王后告诉他，这棵树便是摩耶王后。当年他为了寄托对姐姐的思念之情，特意为姐姐种下了一棵树。在那以后，这棵树变成了摩耶王后的化身。只是悉达多和耶输陀罗并不知道的是，悉达多的生母正是摩耶王后。摩耶在生下悉达多的第7日便去世了，这个秘密一直隐瞒至今。耶输陀罗感到不可置信，他问王后为何要这样做。波提王后哀伤地回答道：“这是因为阿斯陀仙人的预言，他曾预言悉达多长大后会成为一名气绝者。国王为了防止这件事情发生，便尽力使他远离真相和悲伤，所以才会隐瞒悉达多他生母已经去世的事情。而从今往后，这个秘密将交给耶输陀罗，他要以妻子的身份好好照顾悉达多，并帮助悉达多远离气绝的道路。”而另一边，车逆正在为悉达多准备游行的马车。胡范王假意提醒车逆，应该将捕获的骑马带去一起游行，这样便使得民众更深刻地认识到王储的英勇。车逆看不出他的不怀好意，竟赞同了胡范王的提议。随后游行开始，悉达多和耶输陀罗一同坐在战车上，接受民众对他们的祝福。高台之上，胡范王邀请波斯匿王一同观看这场盛大的游行。波斯匿王真诚地赞叹悉达多在百姓心中的名望，而一旁的胡范王却故意说道：“胜利者才值得赞誉，打了败仗的还是夹起尾巴做人的好。”此话一出，让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。胡范王紧接着又引导波斯匿王看向游行队伍里的那匹骑马，这摆明了是在侮辱居萨罗国。巨大的屈辱让波斯匿十分难堪。待胡范王走后，他的下属愤怒地说道：“加皮罗卫根本就是在羞辱他，还将婚礼之上净饭王为堵住诸王悠悠之口的话语又重述了一遍。”听完以后，波斯匿王怒火中烧，他发誓要加皮罗卫付出代价。婚礼既已结束，甘露王后和善觉王也打算启程离开。耶输陀罗恳请母亲能够再多留一段时间。正当大家还在说笑时，大殿之外鸣锣不断。花院的管事摩西尼前来禀告，自从婚礼之后，那名舞娘便失踪了。他带人找了好几天，最后没办法才来求助国王。国王问及在场众人是否有谁曾见过舞娘，侍女拉什卡回答道：“曾经见过舞娘从耶输陀罗的寝殿出来。”耶输陀罗点头承认确有此事。那晚卡莫卡来告诉他说，悉达多约他到湖边见面。他刚要离开王宫时，舞娘出面阻止了他。舞娘以新娘应好好待在王宫为由，劝阻了耶输陀罗，所以耶输陀罗才未能赴约。听完以后，悉达多满脸的疑惑，表示自己并非约见过耶输陀罗啊。众人的目光顿时都落在了卡莫卡的身上。国王怀疑地看向卡莫卡，质问当晚是何人指使他传递的消息。卡莫卡顿时慌得不行。正当他犹豫着是否要说出口时，提婆达多突然大声说出是舞娘指使的。国王问他是怎么知道的，提婆达多吞吞吐吐地说，是舞娘告诉卡莫卡的时候，他刚好听见了。可悉达多不明白为什么舞娘要传递这种消息，提婆达多只能装糊涂说不知道。耶输陀罗问道：“倘若是舞娘传递的消息，那他为什么还要阻止自己去湖边呢？”提婆达多最后3言2语将此事糊弄了过去。国王向摩西尼承诺，表示自己一定会帮助找到舞娘的。见没人怀疑到自己，提婆达多这才放心。如今舞娘生死未卜，下落不明，这让悉达多十分的担忧。耶输陀罗为了减缓他的焦虑，拿出了悉达多曾为他制作的雕像。雕像早已被悉达多上了色，这让雕像变得栩栩如生。耶输陀罗故意说还缺少了一样东西，悉达多立刻就明白了。他拿起朱砂涂抹在雕塑的额头，同时也点在了耶输陀罗的额间。看着眼前自己心爱的人，悉达多短暂的忘记了忧愁，他一心只想给耶输陀罗幸福。而胡范王那边气氛却显得十分凝重，因为他们得知了是自己的儿子害死了那个舞娘，惊愕的说不出话来。此时的提婆达多已经崩溃，他憎恨地说着悉达多的坏话。降官无奈地说道：“悉达多有永生的赐福，无论何种险境，他都能化险为夷。”说到这里，祥光突然想起了他们最后的希望，那便是气绝。悉达多如果怎样都无法被打败，那打败他的便是只有他自己。很快，施家会议召开，悉达多和净饭王需要面对诸王
王的怒火，并做出令他们满意的答复。诸王接二连三地质问悉达多，他都能一一回答化解。他坚定自己的信念，绝不动摇。他的这份气魄令诸王都说不出话来。最后，国王给了众人一个选择：支持他和悉达多的，请将佩剑放于他的右侧，反之则放在他的左侧。若反对者占多数，进犯王自愿退位；可要是右边的人数比左边的多，那么左边的人将会被贬为庶民。很显然，净饭王这是在打心理战。最后，众人都选择了支持净饭王。见此情形，胡范王和单绝王也不得不选择支持了国王。净饭王成功保住了他领袖的位置，而悉达多依旧还是王储。即便这场风波已经过去，可波斯匿王已经怀揣着报复之心。那么，悉达多是否能安稳地继承国王的位子呢？